每日更新最新短剧，感谢订阅。女大学生头一次恋爱，可却因意外怀孕被男友无情的抛弃，而父亲却为了家族的名誉，竟将她许配给了乡下的穷小子。只是初次相见，男人便被女孩的倾世容颜所震惊，他紧张到不敢呼吸，亦不敢用正眼瞧女孩，就连倒水时，双手都在不停的颤抖。可女孩却只在乎一件事。Do you think you'll be able to love the baby? I do.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d like to ask me? No. 于是两人上午刚见面，下午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由于太过紧张，威尔竟忘记了准备结婚戒指。I don't need one. I now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 幸而女孩并不介意，因为这一场简陋的婚礼只不过是她为了应付父亲和给肚子里的宝宝一个名分而已。原本以为此地不过是稍许的贫瘠，却没想到方圆几里竟到了杳无人烟的地步，这让从小娇生惯养的她还是无法坦然地接受。然而利维永远也不会想到，正是这样的偏僻小地方和这个他看不上的男人，将会彻底改变他的一生。第一次踏入家门，便让利维出乎意料。他没想到5大3粗的乡下汉竟将屋内收拾得如此干净整洁，并且为了迎接自己的到来，还提前安装好了热水器，并主动将家里宽敞的卧室留给了利维居住。虽然两人已是夫妻，可他们却仍旧十分的陌生。直到晚餐时，腼腆的雷尔依旧不敢说话，还是利维主动打破了平静。虽然自己从未做过饭，但只要有一本食谱，那就一定难不倒身为考古学研究生的自己。而他的梦想则是成为一名考古学的专家。再反观雷尔就简单的多了，他只想打理好父亲留下来的农场，安安稳稳地过好余下的人生。吃过晚餐后，雷尔主动地收拾起了碗筷。他无法理解眼前这个男人为何会接受如此不堪的自己，于是忍不住地问出了心中的疑惑。I was just wondering why you agreed to this. I thought maybe it'd be God's will. God's will. 简单寒暄后，两人各自回到了房间。利威却戴上了前男友送的项链，而里面也正是前男友的照片。原来他并没有放下那个曾抛弃他的初恋。第二天，利威提出想要给家人打电话，雷尔听后不仅没有反对，反而立即停下了手中的事物，贴心的开车护送女孩前去。一路上，利威看着车外的农作物，他也想要帮忙分担些许，可雷尔哪里舍得妻子干如此重的农活，于是他告诉利威，只管打理好家里即可。很快，两人便到了目的地。利威给姐姐打去了电话，可当听到姐姐的声音时，一股莫名的委屈顿时涌上了心头。他抱怨着这里的一切，尽管雷尔待他很好，但从小养尊处优的他还是无法忍受这里贫瘠的生活。于是他向姐姐打听起了前男友的下落，可却依旧没有得到结果。而与此同时，雷尔来到了图书馆，精心地挑选了2本书籍，一本是利威需要的菜谱，另一本则是关于新生儿的护理书。而当他瞥见窗外的妻子时，他决定再买一本关于考古类的书籍，他想要与妻子拥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回到家后，利威便开始学习烹饪，可他认真专注的模样却让一旁的雷尔舍不得挪开视线，使他情不自禁地想要伸手拥抱，可又担心冲撞到了妻子，只好压制住了自己的满腔爱意。不一会儿，一份刚出炉的煎蛋便大功告成了，看起来让人垂涎欲滴，可吃起来却是一言难尽。Maybe I put too many jalapeno peppers in it. No, it's real good. 后来为了利威出行方便，雷尔开始教女孩开车，而聪明伶俐的利威很快的便掌握了要领，这也是他到达这里之后难得的开心时刻。可自从学会了开车以后，利威总会以给家人打电话为借口，瞒着雷尔偷偷的给前男友寄信。虽然他从不曾收到过回信，而时间飞逝，一眨眼，利威肚子里的宝宝已然4个月了。可肚子一天天的长大，利威却愈发的担心，他害怕人言可畏，亦害怕别人的流言蜚语会伤害到雷尔。 I don't care what people think. People judge, people gossip. They won't say a thing. Why is that? They want the best for us. 而闲暇时刻，他们会来到湖面泛舟。利威无意间提起了自己喜好游泳，可这里却没有适合游泳的地方，而这不经意间的言语却记在了雷尔的心里。于是在第二天，雷尔便找来了一辆挖掘机，他要在院子里挖出一个泳池。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that thing? Dig you a hole so summertimes you and the children can go swimming. 利维没想到，只是漫不经心的一句言语，竟真的会有人将他放在了心里。而看着雷尔开挖机手忙脚乱的模样，利维的心头泛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而雷尔的真诚却并不止这一刻。就这天晚上，雷尔姐姐一家人来此做客，他们聊得很起劲，可细心的雷尔却瞥见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妻子，于是他硬生生地将话题转向了考古方面。Troy who?
City of the lost one. 而利威也惊讶地发现，原本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雷尔，竟也开始对此侃侃而谈。而他所做的这一切，仅仅只是想取悦妻子而已。至此以后，利威对眼前的男人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如果不是因为放不下前男友，说不定雷尔早已住进到了自己的心里。后来，利威在这里认识了2个女孩，她们与利威一样，都深受了高等教育的洗礼。她们有聊不完的诗和远方，也有谈论不完的共同话题。于是，她们很快便成为了好朋友，这让原本就倍感孤独的利威感到开心不已。于是他将认识女孩的事分享给了雷尔，可因为他们的特殊原因，雷尔并不希望妻子与他们走得太过亲近。可利威却说 Rose and Flory both went to USC. Can't tell you how good it is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other than crops and the weather. 于是为了利威，他也不再拒绝了。晚上他们依旧分房而睡，只是这一次雷尔想要更进一步，可利威却躲开了。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男人，亦不曾放下对过去的执着。而不久之后，利威的姐姐前来乡下探望，这也是利威婚后最开心的一天。而这里的环境却让姐姐亦无法接受，说是荒郊野岭也不为过。与姐姐端庄贵气的打扮相比，妹妹朴实无华的衣着却还有些许的不合身。姐姐很心疼妹妹如今的处境，亦无法接受她大好青春就这样葬送在这贫瘠的荒芜之地。于是她想要带利威离开这里，并且以他们家族如今的势力，只需要造谣雷尔家暴酗酒，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带走利威，而孩子也能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No, that's not Ray. Ray, no. Ray's the most gentle man I've ever met. Him. It's about doing what's best for you. 可利威深知雷尔的为人，于是无论姐姐如何劝说，他都无法做出这样违心的事。不过他也并未因此忘却前任。于是，在姐姐离开之前，利威偷偷地递给她了一封信，他拜托姐姐将信交由前男友的手中。此刻，他依旧抱着与前男友和好如初的幻想。后来，利威在闲逛时，偶然间发现了一处废旧的木屋，里面竟都是些时代久远的古老物件，而这对考古学出生的他来说，仿佛如获珍宝。于是，他将这些物品全都搬回了家。回到家后，利威兴奋地拿出2个小物件，喜出望外地向雷尔介绍他的发现，并说道Someone in your family was a budding archaeologist. 而这句佳人却让雷尔不由得开心不已。可利威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辛苦搬回家的物件将会付诸东流。就在第2天，利威回家时却发现，雷尔竟将自己视若珍宝的古物全都烧成了灰烬。What? What's wrong? Back from the dugout! What are you doing? 利威顿时心急如焚，并勃然大怒地指责雷尔不该如此。可雷尔根本不知道，这些毫无用处的垃圾竟会对利威如此重要。于是他急忙跑到一旁，想用水来挽救这一切，可为时已晚，物品都已被大火烧得差不多了。他追悔莫及地向妻子道歉，可怒气未消的利威却依旧不予理睬。第2天，雷尔留下了一封信，他告诉利威，如果你热衷于那些所谓的垃圾，那么这样的物品地窖里还有许多，不过去时需要万分小心，因为那里早已布满了灰尘。当来到雷尔口中的地窖时，他顿时被这些古老的物品所吸引，没想到这里的老物件不仅比之前发现的还要多，并且更加具有考古的价值。至此以后，利威枯燥的生活便增添了一丝乐趣，他每日都会不厌其烦地摆弄这些老物件，并将其变废为宝，重新的利用了起来。而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利威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不再嫌弃这里恶劣的条件，也会如同一个贤妻良母般提前做好丰盛的晚餐，等待着雷尔的归来，亦会将家里的院子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他们的生活也愈发的蒸蒸日上，并且为了妻子能更好的与家人联系，雷尔还在家里安装了座机，从此以后打电话再也不用驱车去往遥远的镇上了。利威对此兴奋不已，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简单且幸福的过下去，却不料这天回家后的雷尔却带回了一封信，这正是利威前男友的回信。雷尔不曾想到，自己捧在手心上的妻子竟一直与前男友在偷偷的联系，他无法接受妻子所做的一切，也不忍对妻子宣泄心中的怒火，于是连饭都不曾吃，便转身离去了。而利威深知此事伤害到了雷尔，于是第2天一大早便早早的做好了早餐，想要向雷尔道歉。 Ray, wait. Ray, I made a mistake. Which mistake would that be, huh? Being with him or marrying me? Would it be easier if I left? Is there anything you like about me, Livy?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心早已被这个深情的男人所打动，亦或许是心存愧疚，他连夜找到了雷尔的姐姐，并道出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事。原来在信中，他的前男友并不承认这个孩子，也不打算对利威负责，但为了不继续伤害雷尔，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When Ray loves a person, it's with his whole heart. If you're planning on leaving, do it soon. 而就在这天晚上，利威因噩梦被惊醒，于是雷尔前来安慰，可他却没有过多的言语。趁此时机，利威忏悔地诉说了自己的歉意。Ray, you are such a good... Thank you.
虽然嘴上未曾原谅，但他对丽薇的爱却早已深入了骨髓。第二天，他们最后一次相聚吃饭，丽薇述说着感谢的话语，毕竟在这短短的6个月内，她感受到了许多的照顾和爱意。可即便如此，言语间却依旧没有想要留下来的意思。于是，在饭后，他单独找到了雷尔，想要与他做最后一次道别。I know you may have your mind set on leaving, but I can't let you go without telling you how I feel. I've fallen in love with you. And I love that baby. For me, you're the best thing that's ever happened. That day, when the preacher married us, I forgot the ring. I have one now. 丽薇感动不已，或许是上天有意撮合，原本打算今日离开的丽薇，却没成想闺蜜竟在此刻找到了自己，而好友希望可以乘坐她的车，一同前去边境游玩。丽薇没有拒绝，看着雷尔给的戒指，笑容也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此刻她已然做出了决定，可当她驱车前来接好友时，才发现竟多了一个男人。而聪明的丽薇一眼便发现了端倪，原来这个所谓的闺蜜，只是想利用丽薇的车子将敌国的战俘偷偷地遣送出边境。而趁男人在车后，丽薇劝解起好友回头是岸，因为一旦被发现，不仅会沦落为叛国贼，甚至还会牵连自己的父母亲人。于是为了好友着想，丽薇在中途让他们下了车，随后独自将男人带回了家。她假意告诉男人，她这身衣服是过不了边境的，于是用换衣服的借口将他领进了屋，并故意将车钥匙放在了一旁。趁男人去换衣服的间隙，他立即取下了车内的油桶。男人果然上了马。丽薇听到了车子发动的声音，于是趁着男人刚离开，她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可这时丽薇的羊水却破了，但她却坚持着烧掉了战俘的衣物，顺便取下了前男友的项链，一把丢进了火海里。她要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而就在这时，雷尔也及时赶了回来，并将丽薇送往了医院，而战俘也成功的被警察所逮捕。不久后，丽薇便顺利的诞下了宝宝，而雷尔也成功的升级为了父亲。他满怀慈爱的看着孩子，并温柔的哼着小曲。丽薇知道她的选择没有错，她无可救药的爱上了眼前的男人，两颗心在此刻总算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了。雷尔用自己的真诚和温暖，让贵族出生的丽薇最终心甘情愿的为爱而沦陷。他们没有缠绵悱恻的难舍难分，也没有非你不可的海誓山盟，有的只是在平凡的岁月里，依然记得你曾说过的点点滴滴。愿每一个人都能在平凡生活的岁月里，遇见那独一份真挚且隽永的爱，也能温暖着你往后的每一个三餐四季。